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马斯克近期的那次演讲。在前面的节目里，我把马斯克近期在 Starbase 做的演讲的内容向大家做了简要的介绍。为了让大家能顺畅的了解马斯克演讲的主要内容，我并没有在那段视频里加入我的任何评论。我所做的只是尽量真实的把马斯克演讲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介绍给大家。但是不评论并不代表我就认同马斯克所说的。总的来讲，我对马斯克演讲中大部分内容还是认同的，但在有些方面我还是不太能认同马斯克的说法。至少我对马斯克演讲中关于怎样安排建立火星殖民地所需的发射的讲述就是不太认可的。马斯克在演讲中曾经谈到，把100万人和数百万吨物资送上火星这项浩大的工程可以在20年内实现。到时每一次地球到火星的发射窗口 SpaceX 都会用 V3 版的星舰把150万吨物资送上近地轨道，而在这些物资中25万吨将前往火星，其余的则是前往火星的星舰飞船所需的推进剂。说到这儿，我还要向大家道个歉，在那期视频里由于口误，我把150万吨说成了100万吨。尽管后来发现了，并且我在屏幕上做了修改和说明，但相信仍给不少观众造成了误解，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好，说回来，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每个发射窗口，地球可以向火星输送25万吨物资，20年大约有8到9个发射窗口，因此20年大约可以向火星输送200万吨物资，这大约是1万次的 V3 版星舰货运发射。送100万人去火星，还需要5000到1万次的载人星舰发射。如果按照20年9个发射窗口来计算，总共就需要15000次火星星舰发射，而这就意味着每个发射窗口将会有大约1700次飞向火星的星舰发射。按照马斯克前面提到的推进剂与货运量的比例是5:1的关系，就会有8500次星舰游船的发射。也就是说，每当地球火星之间出现发射窗口的时候，地球要在最长3个月的发射窗口期内进行大约10200次星舰发射，相当于每个月3400次，每天超过100次。我估计即使是在20年之后， SpaceX 也不具备这样的发射能力。当然，如果低温推进剂在轨贮存时间可以延长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发射星舰游船，甚至在近地轨道建立太空加油站，专门为前往火星的星舰进行推进剂的补充，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发射窗口期内星舰的发射数量。但是每26个月进行10200次星舰发射是最少的，平均到每个月就是393次，平均到每天就是13次。事实还不止于此，我们不要忘了，对于地球而言，这些飞船中去往火星的星舰飞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次性的，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地球重复使用的。它最快回到地球的时间也需要2年09个月，而且这些飞船也绝不可能悉数返回地球，能返回的数量少之又少，即使返回了，也不一定能再次投入火星之旅。因此，我们不妨来估算一下，如果要用星舰进行火星殖民，星舰至少需要达到一个怎样的产量？前面提到了，每26个月需要1700艘星舰前往火星，如果再加上运输推进剂的星舰游船，平均算下来，星舰飞船的年产量必须达到每年约1200台。再根据这1200台星舰，我们可以算出，仅用于星舰飞船的第3代猛禽发动机年需求量就达到了9600台，这还只是按照游船仅安装6台发动机，而不是火星飞船的9台发动机来考虑。如果再考虑到超级重型助推器上使用的发动机，估计猛禽发动机的年产量必须达到3万到4万台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对于火箭发动机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有多惊人呢？由于以现在的航天市场的规模，
我根本无法在航天市场上找出合适的例子来做对比，所以就只好拿已经非常成熟的航空发动机来做比较。我们知道，作为国际航空发动机的巨头之一，通用电气公司是国际航空发动机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它在国际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占比大约是14%。2022年，通用电气一共交付了2390台航空发动机，这和我刚才提到的猛禽的3到4万台的年产量存在着数量级的差距。因此 SpaceX 想让猛禽发动机达到年产3到4万台的生产能力，路还是非常非常远的。如果连发动机的产量都不能得到保证，那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星舰来执行这项火星任务呢？更何况，即使在地球上，想在20年内完成100万人的移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1492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大约要到16世纪中后期，甚至是17世纪的早期，包括南北美洲和附属岛屿在内的新世界的白人移民数量才首次超过了100万。这期间经历了至少70年的时间，而对于真正的不毛之地的火星，所用的时间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抛弃技术上的瓶颈不说，单就这100万人的招募，恐怕就很难实现。在马斯克的演讲中，另一个存在忽悠嫌疑的地方，应该就是关于星舰的200到300万美元的近地轨道发射成本了。Ultimately, I think we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 cost per flight to Earth orbit down around $2 million or $3 million. 听了这段话，很多人是不是立即热血沸腾了？如果按照 V3 星舰200吨有效载荷来计算，进入近地轨道的发射成本是每公斤10到15美元。如此算来，就算客运花费要比货运高一些，去近地轨道观光的花费也有望控制在1万美元以下。但事实可能并不像马斯克所讲的那样乐观。根据马斯克的演讲，唯一版星舰助推器的推进剂加注量是3300吨，飞船的推进剂加注量是1200吨，总计是4500吨。而到了 V3 版，助推器增加到了4050吨，飞船增加到了2300吨，总计达到了6350吨，推进剂的加注量增加了超过 40%。在几个月前，马斯克曾表示，星舰一次加速推进剂的费用大约是90万美元。那时候 SpaceX 还没有公布 V2 版星舰和 V3 版星舰这些概念，所以当时指的应该是唯一版星舰一次飞行加注推进剂的费用。如此算来，仅 V3 推进剂加注这一项，单次飞行就需要花费126万美元。而星舰每次飞行的成本中，至少应该包括研制费用均摊、助推器和飞船的折旧、助推器和飞船的维护以及发射场的使用，然后才是推进剂的加注，最后还有价格不菲的保险。我们还是以成熟的民用航空业为例来做比对。在民用航空业，燃油消耗大约占运营成本的30%到40%。按照这个来计算， SpaceX 即使把星舰的飞行运营做到了现在成熟的民用航空业的水平，单次飞行的成本也至少需要达到320万到420万美元。想达到200到300万美元单次飞行成本的目标，同样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需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更需要在经营和管理上有创新。所以在我看来，马斯克的这2段对话应该主要还是在向投资人喊话，同时也是在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想通过画一个巨大的大饼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投资罢了。在马斯克的演讲中，第3个存在忽悠嫌疑的地方，应该就是今年星舰后续发射安排那部分。马斯克说过，如果星舰的第4次发射顺利，超级重型助推器能够落到虚拟的发射台上的话，在星舰的第5次发射的时候， SpaceX 就会让返回的超级重型助推器落回到真实的发射台上。And with Flight 4, we should, if fate smiles upon us, we will get through the high heating regime, smash into the ocean at a controlled spot, and then hopefully be able to also do this with the booster, land on essentially a virtual tower
if the landing on the virtual tower with the booster works, then we will actually try with Flight 5 to come back and land on the tower. 如果这个也取得成功， SpaceX 会有80%到90%的概率在今年内尝试用筷子来回收超级重型助推器。But I would say like the odds of us actually being able to catch the booster with the Mechazilla arms this year, I think I don't want to tempt fate, knock on wood, but I think the odds of actually catching the booster with the tower probably like 80-90% this year. 大家听了这段话之后，会不会觉得马斯克想让第5飞星舰的超级重型助推器飞回到它出发时的发射台，然后再在今年此后的某次发射中让超重回到这个发射场，并用筷子进行回收？您想多了，根据我的估计，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要知道，现在星舰有且仅有这一个发射台，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只有这个发射台能够进行星舰的发射。现在星舰发射场上几乎所有的重要设备，对马斯克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的完好率会直接的影响到星舰的进度。大家还记得星舰首飞后发射台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吗？即使坏成这样，马斯克还是选择把这个发射台修复，而修复的过程至少用了3到4个月的时间。大家是否还记得，从星舰首飞到2飞用了7个月的时间？但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主要还是因为在等 FAA 的批准。如果 FAA 的批准很快下来，那修复发射场工作很可能就会成为影响星舰2飞进度的短线。我们看到的是，星舰2飞和3飞之间的间隔不到4个月。如果发射场是在2飞时损坏的，并且修复同样需要花4个月的时间的话，那肯定就会影响3飞的进度了。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如果星舰5飞的时候超重返回这个发射台，一旦出现问题，对这个发射台造成损坏，会严重的影响星舰后续发射。所以我猜，就算马斯克胆子再大，应该也不会拿这个发射台去冒险。那马斯克又有什么底气说那样的话呢？其实 SpaceX 现在正在 Starbase 建设星舰的第2个发射场，新的发射场离现有的发射场不太远，而且新发射场上设有燃气导流槽。要知道，在建第1个星舰发射场的时候，不管技术人员怎么劝说，马斯克就是不同意挖导流槽，还说什么星舰在火星上起飞的时候也没有导流槽啊，那我们同样不应该在地面上挖导流槽。马斯克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别的不说，在地面上起飞的星舰起飞的时候，位于超级重型助推器上的33台猛禽发动机点火，而火星上起飞的星舰飞船起飞的时候最多只有6台发动机点火。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燃气流场和星舰在地面上起飞的时候的燃气流场是完全没法比较的。如果再考虑火星上相对微弱的重力，星舰飞船完全有可能在没有导流槽的火星表面起飞，而星舰组合体如果想在没有导流槽的地面上起飞，就要花费其他的代价。但是马斯克是大老板，技术人员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事，结果首飞星舰对发射场的损坏大大的超过了马斯克的预期。到这时候想继续进行星舰的发射，摆在马斯克面前的路只有2条。第一条就是建设新的发射场，而新建发射场需要比较长的周期，这也势必会影响到星舰的后续发射，所以这一条路不可取。第2条路就是修复现有的发射场，使之能够承受后续星舰发射时燃气流场的冲击。针对这条路有3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在原发射场上挖导流槽，这种办法最有效，但这样会对发射场还有发射场上其他的一些重要设施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对这些设施进行重大的改造，这也就意味着更大的投入和更加漫长的周期，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可取。第2种方法就是加高发射台的距离高度，使星舰底部发动机的喷口离地面更远，从而降低燃气流到达地面时的强度。但这种方法不仅会对发射台还有发射场的其他重要设施产生重大影响，
还会影响到助推器和飞船的吊装。更大的起吊高度就需要更大的吊车，这么看来 Starbase 的吊车可能也需要换新，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可取。最终马斯克选择了第三种方法，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在发射场上铺钢板再加装喷水系统的方法。通过星舰的2飞和3飞，事实证明这种方法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毕竟这只是在修修补补，想要彻底的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有导流槽。所以新的发射场，马斯克乖乖的服从了科学规律，挖起了导流槽。又有点扯远了，还是回来。根据我的估计，星舰的第5飞超重返回的时候，如果要落回到真实的发射台上，很可能就是落到这个第2发射场的发射台上，正好这也是对新发射台的一次测试。别急，还不止这些，第一次用筷子回收超重，估计也是用这个发射场的筷子，除非这个发射场已经成功的进行了至少1次星舰的发射，证明它能成功的完成星舰的发射任务。事实上，我觉得新的发射场在正式投入星舰发射之前，主要承担的应该就是像超重的静态点火实验以及超重的回收之类的辅助性工作。好，以上就是我对马斯克这次演讲的一些看法，不知道您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最后，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好，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